一步的向前走，走过了 First Stand， 走过了 MSI、CFO， 从一开始站到最后，到现在他们也是站到了最后。对，主宰一切，一路主宰到最后一刻啊 ！CFO。 LCP 的首年 CFO 一路的挺进，他们将带着最高的荣耀，以第一种子前进世界赛。我们恭喜3-0 CFO 拿下本次 LCP 的冠军。一整年都称霸了，没错，也是恭喜大将复仇成功，在13年终于报仇成功，拿下了冠军。再一次的，让我们掌声送给 CFO。这次能拿到总冠军，主要是我觉得我们打团就是打得比对面好吧。因为其实 TSW 一直以来都是靠打团，那我们的部分就是不管是云运或打团都是算是蛮强的一个队伍。那我觉得，因为其实打 TSW 我们其实有靠云运赢蛮多钱的，但是他们打团都是有机会跟我们有来有往。但我觉得到最后，尤其是第3把，就是小鸡的发挥，让我们能顺利拿下比赛。欢迎正在线上所有的早安级观众来到了2025我们的 LCP Season Finals， 来到了最后一天的赛程了。我今天主播 Section， 我是陈瑞。我要看。对，他是被爱管理的教室，等一下2个。取得进场的是 Taki， 跳脸上闪现 W 顶了一个 Dogo 被拉回来之后，摸眼后再一个一闪，Hito 将全都给拿下，但凯文也是反手留住了 Hito。随着 EQ 吗？只有1没有 Q。加稳的话，应该就是第一波我那个 Q1 有点太抽象了，不然那波如果双杀完那把应该就是正常的运营局，然后就会很好。2的大绝也叫了吗？左边位置一把神龙摆尾，没想到还是把 Dogo 踢到了正面位置。Dogo 将他闪现离开，但下一个随之而来的还是打野 Hito 的伤害太爆表了，这个老李踢碎了 CFO 后面。就很羡慕他吧，然后就因为18岁就可以在这么大的场馆打比赛，然后操作也很好，然后我觉得他未来一定会是一个越南很厉害的打野。这波团战看起来一触即发 ，CFO 是想来接战的，又是正面的位置，预示着2000多滴的情况下，带着球力加稳的 combo 直接秒掉了正面，预示着里面的梯子头。右边位置 CC combo 也正式击飞 TSW 正面被瓦解，虽然他。我觉得能翻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团战打得比较好吧，就我们自己团战的时候找到好的 timing 去开战，然后用人数差或者是站位上的优势，找到一个不错的团战角度才赢的。因为 TSW 也是那种很会找机会的队伍，所以两边比的就是谁团战的站位比较好，然后谁看到机会，然后谁先出手，就有点在比谁的判断和反应比较快吧。俊家的一颗传奇 hero， 这波的击杀让 Dogo 已经打到了 Legendary 正面位置，只能眼看之下左爆掉 AD， 是看着 CFO 拿下第1场比赛胜利。恭喜 CFO。我觉得俊家的嘉文要担心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也一直嘲笑他，你这俊嘉文，因为我们会讨论就是世界上最强嘉文是谁，那我们也知道 Owner 是我们就是俗称 SSR， 那俊家说你知道我的嘉文是 UR 吗？我们说 UR 有比 SSR 强吗？那他说我今天证明给你们看，所以我们就帮他一选做局 BP 给他一选，结果他打成这样，是让人蛮担心的。所以其实俊家可以再加油。对，牛头位置要一直抱，这种位置，你看牛头走过来，没有，平常我在中的话，我会对，没有，所以互相，这个不是合作的，看到我们还是没上，对，但是重点是你们就是要这种投，就是我们操守也是对面来，我要想法要讲清楚，你看可以个人一起做，这很好，所以下一把一样。因为主要是毕竟我们是隔了一段时间没有打比赛，然后来越南的这一段时间也没有太多的训练赛，然后不知道自己的手感会变成怎么样。我觉得在于是大家的彼此互相信任吧，虽然我们彼此就是失误还是很多，但是对面也会给机会，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慢慢抓机会，然后就赢下来了。欢迎所有线上的早安直击观众再度回到来自 LCP Season Final 的线下总决赛的最后对决 BO5， 目前是来到了第2把，来到了今天第2把，我们画面上也已经看到了 Red 选手跟 Driver 已经做到了替换，准备在第2场作为先发上阵的选手了。对，
通常是看当下的角色是谁玩的比较好。像第一把，因为现在选角其实蛮固定的，就第一把可能是塞安蓝宝这些对局，那车长可能塞安就玩的厉害，就可能会他打，然后第二场就会有其他的对局，我比较擅长，就换我打这样子。其实挡到，但后续的技能将他击杀，扛下打凯运救活的，后面有个 TP， 目标可能反抓 Taki 吗？Taki TP 过来，但也有危险。A 点伤害够不够？跌至 Red 的点不是将闪现后，将伤害给补齐，但后续军家滑了进去，将这种给拿下。此时 D 瑞感到有，因为其实那时候团练玩到基亚那的时候，基本上就一直杀嘛，然后他们都会说什么团练自嗨，然后没想到比赛上更嗨吧，就更肥。抓喽！看到凯文应该是有招的，会往前飞，被控制后晕眩，这里拖回来。本来想用泽文找到辅助将他打的配合，但后面随着天上继续往前一滑，开始做收割。后面搭上了一个辅助的大绝，控制住了Dogo，收割已经开始，是 TSW 回合，他们打一波不科学的团战。能打到决赛，大家都是一个强劲的对手，然后打他们就是有点怕他们一些抓闪现没有的机会，就是一直找我们打架，然后在今天确实也表现出了他们强劲的抓机会能力吧。然后我们防守的也不错，所以赢下来了比赛。他的披萨要让对面4一个出宝，继续的往前追击，人家也追到了后排。这个 Rest 的进场变大，瞬间打出了一个 Ace。哇！因为这个版本刚被削弱，感觉到了第二场鳄鱼的顺位就会比较高，所以蓝帆先选就是不错的选择。坠落 CFO 稳稳的拿下这一场对决，准备2-0。我们恭喜 CFO 进行到听牌的环节了。就是他们其实一整年都是让人家觉得，你只要一波被他们抓到就容易反打。那我们其实，在冠军赛也有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就是有点被小逆转。但是后来，因为我们就是心态很好嘛，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只要怎么去稳定，怎么去深呼吸，面对下一波的团战。所以其实我们调整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，不然其实也有机会被他们去翻盘。你们上过那波绝对不要打，因为你们 Res 是没 TP 的，然后你们利用兵线，你们中校，对，你们一定要玩兵线。感觉ERQ WQ 要直接死掉，秒了啊，时间秒了，对啊，但是没必要这样玩，就是你们一 fail 了就这样因为你们在2打5，没必要，就是没必要。3打5的话，对啊，你们多一个雷珠你可以打，但是你们有点太过分，这是2打5，对，就是你们一定要利用你们兵线。欢迎所有现场召集观众再度回到了 LCP Season Finals， 将迎来夏季总决赛的最后一场 BO 文。目前是由 CFO 以2-0进入了听牌，只要再拿下一场比赛，毋庸置疑，他们将成为一整年 LCP 的真正的王者。对，好像是因为对面是8的跟进比较好抓到人，然后塞勒斯的话就不想给他拿太多头，然后选一个跑得比较快的 AD， 然后让对面不要太快的滚下去。留着带被 Q 到，所以他这个闪现可能也交不出来了，交了闪现对面跟闪。地斗选手想要打到底，自己的锁链将人头给拿下，后面还有 TP 要赶到，非常危险。Dogo交了闪现，在正面的位置，凯文就有可能被击杀的风险。来了，交出闪现的瞬间，没想到胖选手是交 TP 赶过来做支援，一技能缓到9文也锤击凯文，那一颗人头是被 Hit 都拿下。两人随着军家的柱子卡断，但对面一涌而上跳在了军家脸上，一套伤害就把军家给秒了。但后面有做事过来的 Home Crew， 他想杀7只岛，7只岛是个大人头，没想到是被 Home Crew 给拿走了。应该是第3把的阿卡丽吧，因为前1、2、2把其实技能都丢的有点卡卡的，然后应该是第3把，然后开始找到那个感觉，然后那把火影就玩得非常的顺。不会这么差。下半边抓完人再来打，两边看起来是场单挑吗？对决，1打1，第一个锁里面后 Q 给锁位躲掉，利用用弹躲了起来。后 Q 没有选择要交战，但对面的闪现选择跟上，双边正面的对决，两个阿卡丽正面往前，两个阿图都没有斩到，后 Q 选择进对，但这边有回血，这波后 Q 带了这么单杀，哇 Westland 普攻血量64滴。对，其实那波我在塔下，然后先被他偷了一些血量，我感觉那波我是要输的，只是我后面扭了他2个1，然后才因此险胜。我当时看到小吉的阿卡丽跟对面塞勒斯单挑，最后小吉赢了嘛，那我其实当下就想说，不用做第4把 BP 了，因为其实前面还在担心，因为对面塞勒斯很肥嘛，但是因为我们经济也没有被对面拉开，所以其实都有机会打赢。但是小吉自己也是一直拿很多头，然后自己也一直在杀对面。那其实当我们看到我们最肥的打赢对面最肥的，当时我就觉得，可以了。
我可以休息。西要抓回是兜狗，但进场时间没有队友能跟上，今天交出来瞬间移动非常危险的3个，竟然是被考虑给扣到了。这波当然，就是选手如果能够玩越多英雄越好嘛。但其实有时候可能就会因为我也是打比较久的选手，通常老的选手会有一个惯性，就是觉得我本来的哪一套可以去应付对手就可以，所以不一定我需要去改变自己的什么，然后去让队伍可能会更多不同的角度去BP 也好或是游戏内容也好但其实如果一直保持这个想法跟思想的话，我自己觉得是很容易应该被市场淘汰。进场，专门来到了后头，搭上了凯威的后头进攻，正面后排被瓦解，专门甚至还没死，现在红姑进场，他要瓦解一切。CFO 打出 S， 要准备拿下这一场比赛。对，要准备恭喜 CFO 拿下第1届的 LCP 的冠军了。LCP 的首年 CFO 一路的挺进，他们将带着最高的荣耀，以第1种子前进世界赛。我们恭喜3比0 CFO 拿下本次 LCP 的冠军。恭喜 CFO 今天的比赛，不管是营运、团战，甚至是 BP 上，我觉得都是领先非常多的。Let's go. Bóp hai lại. 我只能说重心不稳。那个我下来了之后，我感觉我脚的位置错了，然后导致我那个很怪我突然找不到我的重心在哪，然后直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翻的，感觉是整个后空翻之类的，因为我之前没有尝试过这种动作。我觉得一个点是从年初到现在，应该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营运上面的换线的细节，我们处理得更好吧。然后第二个点就是，其实他们的感情都很好，然后在游戏内的其实他们的化学作用就是配合，其实也都越来越好。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团队会一直进步的原因。Đưa đội tuyển của mình lên ngôi vô địch và danh hiệu FMVP thuộc về CFO Hồng Kill。 Congratulations Hồng Kill。 就非常的开心吧，然后也是最后一个赛段，然后拿到 FMVP， 然后大家也都打得非常的好，然后制造了很多空间给我去输出，这样子就是能遇到这些很强的队友，然后就心态也都非常好，对我都很好的一群很棒的队友。 Everyone, please cheer up together for CFO. 1, 2, 3. 我觉得还是没有队伍还是没有达到我想要看到的画面，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可惜的失误。那虽然大家都很想赢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世界赛我们要打出好成绩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些小毛病给改变。 就是去调整，就是大家要很认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。虽然我们赢冠军，但是这只是 LCP 的冠军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那我觉得今年一整年下来，他们真的很棒，因为其实他们是很好带的小孩子，就是当他们不管是气愤或者是跟队友吵架，其实都很好去把他们拉回来。他们也是很听话，不会是吵了然后教练拉他们就是很固执。所以我觉得，大家很常会说，大将带得好，但是说真的，这些6位选手也是很好带，才有办法会有今天的CFO。所以我觉得他们都辛苦了，然后希望世界赛我们一起努力，然后继续破纪录吧。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团队整个气氛都很好吧。有一次我加入CFO的时候，他们就说中信是一个大家庭，然后就感觉大家都很互相包容，然后不只是我们选手团队，我们的后勤整个营运都做得很好。 所以才有今天的结果。